好，回到节目来关心中东现在的局势啊。那么大家都知道，美国总统川普呢，在日前他提出了对于中东问题啊，他说结束加沙战争呢有20点这个加沙和平计划啊，所以呢又看到他在社群发文呢，而且下了最后通牒，他说必须在华府时间星期天10月5号傍晚前，哈马斯呢必须和以色列达成协议。如果没有达成这个最后机会的协议，那哈马斯就会看到前所未有像地狱般的后果。哈马斯呢，也在这个期限到期之前呢，有了正面的回应。他们发布的最新声明说，他们愿意接受释放所有的人质来交换以色列释放巴勒斯坦囚犯，当然也愿意放弃加萨地区的治理权。可是呢，没有提到要不要解除武装这些棘手的问题啊。因为有听到他们讲啊，就是说解除武装有一个前提，就是以色列要放弃占领。所以现在还有变数，可是至少从释放人质这一点来看呢，大使觉得是不是算是一大进展呢？你怎么看后面？对这个哈马斯来讲，它是一个重大的让步，对。可是对于以色列来讲的话，它还是没有任何正面的回应，因为就在哈马斯宣布说，我们现在愿意释放所有的人质啊，包括这个活的跟死的这些通通释放，希望开始来商讨如何来处理这个善后。对，这个已经是对川普这个20点声明里面最重要一点，而且很正面的回应了，很正面的。可是据媒体报道，哈马斯提出这个回应以后以色列继续在轰炸加萨斯，没有停，还继续轰炸。那接着就是说，以色列现在在拦截，尤其欧洲国家的这些人道救援船队。要把这个人道物资送到这个加沙走廊，以色列还在继续拦截。对，所以以色列的做法是没有改变。所以现在川普已经提出呼吁了因为这个20点其实最主要的核心这几点都对，尤其人质的部分那是以色列现在目前对加沙发动各种攻击里面的它最重要的一个道德支撑。它本来就没有道德性，可是他一天到晚就说你人质不放我就继续打。那些人家要放人质，他还继续打，已经照着你的要求去做了。那所以就变成就是说，现在就大家的注意力就放在以色列。你到底你只是虚晃一招，还是你是因为为人质而打这个哈马斯，还有这些加沙走廊，还是你根本就想消灭掉这些在加沙走廊的这些巴勒斯坦难民？所以现在就看以色列。所以大概就这1-2天看一下，因为川普也提出呼吁了，他们说我现在呼吁你以色列，你现在停止所有的军事行动，尤其不要轰炸这个加沙地区了。那就看以色列了。如果以色列还继续做的话，继续动武的话，对，那就看川普会怎么处理了。而且你看现在就是，如果人质真的全部都放了，就还是像大使讲的，以色列继续打，那就是很不给川普面子嘛，所以现在《卫报》也认为说呢，其实这是川普第一次要求以色列停止轰炸加萨，也是呢这个战争呢开打将近2年以来以色列跟哈马斯呢最接近结束战争的时刻。川普是唯一能够逼使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同意停火的国际领袖。但现在真的，我们刚刚讲说这个是变数还是有这个当然也有一些分析是说，其实这次呢，纳坦雅胡去炸卡达呢，等于把他逼到了一个，就是他自己也有压力，因为呢，川普就后来就提出了这20点出来所以自己也是挖了一个坑，自己往里面去跳。但是这个压力来了，你不得不去面对。可是像大使讲的，接下来那人质放了以后，你是不是又要照着你先前的约定去把这个战事能够尽快的结束？9月份其实针对卡达这个轰炸事件那特别是锁定巴勒斯坦的伊斯兰组织，就是说哈马斯的这个领导高层，说是为了要把他们歼灭才发动了轰炸行动。可是呢，就让大家觉得，就是卡达是美国一向以来是跟卡达算是等于美国在罩卡达的那现在随着这个川普的20点以哈和平方案的出现，将军觉得先前炸掉卡达，虽然纳坦雅胡有道歉，可是这个节就过了吗？您觉得？我认为卡达这个方面应该会暂时缓和，因为毕竟卡达有美军的驻军，就得看美国。而且纳坦雅胡也道歉了，他在这一方面，以色列不想树那么多的敌人，他现在要面对的，我认为是3个。第一个，也门的胡塞组织。因为也门胡塞组织对挂以色列国旗通过红海，他会攻击。那攻击之后，以色列要报复，以色列会对
也门的胡塞组织报复。对啊，因为他们隔了一个红海啊，南北相隔将近2000公里，那以色列都是派战机过去轰炸，炸完之后顺着红海就飞到这个以色列的国境之内了。我认为这是第一个他会是去处理的。第二个，我认为是对伊朗的核武的研究、核设施，慢慢随着时间会恢复。那恢复提炼之后，以色列什么时候要下手？没人知道。对，会随着，因为伊朗一直想要有核武，而且现在伊朗经过俄罗斯的这一方面的帮忙，他会有了钱之后，他会向中国大陆买我们讲地对空的导弹，跟我们讲歼击机，尤其是歼十战机。那伊朗的空军，它的空防的能力会加强。那以色列会不会说，趁它还没有完成壮大之前，做一次摧毁，或者是做一个渗透性的攻击，让它的空军的战力不要那么快速的成长跟恢复？就不排除哈，不排除。我认为这样，因为以色列是最忌讳中东还会有第二个拥有核武的国家，除了以色列之外。不过现在看到伊朗也是伊朗，对啊，伊朗现在也是很硬啊，对，是很硬的，就是不放弃啊。所以我认为它是第二目标，因为毕竟伊朗跟以色列距离将近2000公里，你如果最近跟最近的话，那也要1600公里。那但是对以色列来看，有空中加油机，它不怕。那而且伊朗在这方空防是比较如弱。第三个，也就是最后一个，我认为埃及要稍微小心一点，因为以色列去炸这个加萨走廊。这个我们巴勒斯坦人，但是他们有难民要想去希腊半岛走，对，而且这个加沙走廊是以色列跟埃及的缓冲区，那现在没有缓冲区了，而且埃及把这个重兵搬到西奈半岛了。那当初的时候，以色列归还西奈半岛就有讲，不能在西奈半岛驻军，但是埃及有理由，你现在加沙走廊我要挡那些难民过来啊，所以我驻军要过去啊。那现在那加沙走廊结束了，埃及不撤军。那看以色列要不要动，所以这个将军点出了埃及、伊朗跟也门啊，这3个是接下来要小心的哈。而中东的冲突其实千百年来啊，这个恩恩怨怨实在解不了哈。虽然现在大家看到唯一在没有办法中的办法是2国方案啊，邱老师怎么看？那接下来如果真的很顺利，就讲说哈马斯也愿意释放人质，那接下来看以色列怎么做了，那这个后面要怎么样研判呢？我觉得最起码在最近的这段时间，就是以色列当然没有办法，因为它军事部署在外面。那即便双方都已经达成协议，在协议签订之前，以色列攻击的强度应该会慢慢的降下来。而且如果根据协议，以色列不能拥有加萨的治理权，而加萨会成立一个中立的政府来管理，而哈马斯现在大家唯一的争论就是哈马斯会不会在这里面。或者是用另外一个形式在这个后面成立的，但是用另外一个形式，对，但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以色列已经答应，就是他不直接控制加萨这个区域。那无论如何，就是这场已经从阿萨克洪水开始以来的冲突，我想会慢慢的，会比较降温，但是其他的部分会再升温。最近这2天，大家如果有特别关注，国际军事的消息的话，应该可以特别注意到，伊朗最近这2天放出了非常多军事宣传的影片，包含他们在跟以色列12日战争的期间，伊朗的某一处飞弹城。那我们知道，在这12日战争期间，其实伊朗的地下飞弹城是支持伊朗报复以色列攻击很重要的目标，很重要的力量。再来就是伊朗方面也流出非常多的消息，就是伊朗已经在重新考虑要如何跟俄罗斯或者是跟中国这个方面来补强伊朗的防空的能力。那这是第2个讯号。第3个讯号是我们大家特别注意，叙利亚的政府更替了以后，叙利亚现在的新的参谋总长现在正在俄罗斯访问。那他到俄罗斯，他特别指定要看 S-400防空系统。那就假设叙利亚，因为我们知道以色列要攻击伊朗最重要的一个区域就是叙利亚。如果叙利亚一旦有自己的防空能力，以色列能不能像现在这个过去攻击伊朗这么方便的过去，可能会另外一种不同的情况。所以加萨的部分可能会慢慢的降温，但是以色列跟其他，比如说周边的这些，对，跟多哈，所以导致为什么最近伊朗的
形势又开始往上走，有可能就是因为以色列攻击多哈的关系，就是变成在中东地区国家，大家终于想清楚了，不管是你是什叶派还是逊尼派，但是有一个国家敢揍我们两派，所以。因为以前对这些周边国家来讲说，好像这个被以色列是打好玩的，但是现在以后要增强自己可以抗打的能力哈。那这次联合国大会大家也看到，因为我们刚刚提到两国方案，这是没有办法中的办法。可是呢，5常当中呢，只有美国是反对的。好，所以呢，现在呢，在这个大家纷纷表态之后呢，有一个国家的态度，就日本哈，日本首相石破茂呢，大家记得的话，在联合国大会上面啊，他也表达。他说，日本承认巴勒斯坦国只是时间问题而已啊。他强烈谴责以色列地面攻击巴勒斯坦自治区啊，这个加萨走廊，而且呢，再次的出现了阻碍实现两国方案的举动。那大家都会觉得说，哇，日本也是非常的关注啊这个加萨地区的局势啊。不过因为国际其实很现实啊，大家在想说，会不会后面还有其他的盘算？就日本有没有可能是透过这样的表态来作为跟美国谈经贸的筹码？也有一说是这样，老师觉得呢？应该不是，因为日方基本上是从人道去做分析的，因为我们知道了，加萨走廊这个小小地方人口大概200多万人，他已经死掉6万多人了，6万5千，6万多人，对，而且还持续的增加。那你叫这些人说啊，你怎么从南部朝那北部，北部朝南部，然后我要炸这，你就要搬去那里，那很不人道。以色列以前一直讲说，他们以前被什么大屠杀，那日方人会认为啊，你现在。你不是都做同样的事情，对加萨走了，那些人跑去了，所以日方他们应该不是从经济去分析，那日方为什么不在这一次联合国大会上表态呢？您觉得？那表态的话，他觉得说，即使是表态的话，他没有办法去解决他们的一个恩怨，他希望从人道去解决，那种人能可以进去，让他们这些人能够活下来，所以他还是希望先解决人道的问题，因为这些人现在已经没饭吃、没水喝了，那你又要在那边纳塔雅胡。你讲那些好像他们没办法，日方没办法接受，那当然有他的讲法，所以我才说很现实啊，就是说日本这样的表态哈，如果他这次就直接表态说我们支持巴勒斯坦建国，他也得想美国会怎么想。马上回来，欢迎继续回到环宇全世界。今天在日本最大的事情啊，就是自民党总裁的选举啊。那经过了2轮非常激烈的竞争。在第1轮的时候看到了，包括高市早苗，还有呢这个小泉进次郎，以及呢林芳正3个人，最后呢是2个这个稍微高票的进到了第2轮。在第2轮呢，最后的结果出来了，就是高市早苗击败了小泉进次郎，他当选了日本自民党的总裁，也就是日本自民党的党主席啊。我们来看一下高市早苗哈，他其实在政界的资历非常深厚。那等一下要特别请教蔡老师啊，因为您了解日本的政坛。那么高市早苗当选过10次的众议员哈，这个10连霸不容易啊。学历呢，他其实是学商的哈，主修经营数学。那曾经担任过美国联邦国会研究员啊，在这个金融跟商业领域经历哇也是非常的丰富，曾经当过总务大臣。好，那他的座右铭是什么呢？高远的志向，宽广的眼界，深厚的心灵。他尊敬的包括有松下幸之助，还有呢就是英国的前首相柴契尔夫人，也是一位女首相。那如果没有意外的话，现在大家都在看高市早苗，真的渴望或是有望成为日本有史以来第1位女首相。高市早苗这次不管在第1轮跟第2轮其实都竞争得非常的激烈啊。她胜出的原因，老师怎么看？保守这2个字，保守。我们从我们的节目，因为我们的节目在7月20日的时候，就讨论过，她会变成第1个女首相。这是我们7月20号讨论，就预测，而且我们看到我们节目是把高市早苗摆第1个，小泉摆第2个，所以我们节目的话预测在7月20号是对的。那您之前也觉得他有可能就是会赢得这一次的？应该是会，因为我们那时候有分析过了。在这一次的参议院选举里面，为什么那个自民党会输得这么惨？因为他们从右边跑到左边，石破茂的话他是比较偏左边，所以他们要想
摆回到右边，也就是像参政党这一方面的。而且我们知道高市早苗他是走安倍派，虽然他不是属于安倍派，可是是安倍派支持的人，所以你会发现他后面有一堆的安倍派。但是高市早苗在这个竞选过程里面，他会有一个担心点的，人家会认为他太右边，这个就是他去年掉下来一个很大的原因，因为你太右边，我们会讲到极右，所以他在选到差不多后半段的时候，他会讲我不是稳健保守。那这稳健保守的话，我们就从今天的开票的一个结果来看，就会很清楚。就是第一轮里面会选出高市早苗跟小泉这两个人。本来林芳正可能会追上了，但是基本上他还是没有。日本的选举方式是第一轮如果没有过半，就必须进入到第二轮选最高票的那一个。那第二轮就会看到我们47这个地方的话是我们所谓的都道府县，他还是得到最多的。所以高市早苗在应该说自民党里面，他还是受到支持。那为什么受到支持率？我们还是回到一个字保守。那保守的话不能够过度的一个保守。那为什么会小泉又掉下去？他就比较还是比较偏年轻一点。第一轮我记得是小泉对这个赢了嘛？第一轮的话，但是都没有过半数，所以呢，他们这两个人就进到第二轮，就是进入到第二轮。所以保守的话是高市早苗，他一定很赢的一个人，而且我们会看到他是对外国人的政策。我们看到他在选举的时候，他会讲到因为他老家是在奈良，奈良的话有那个鹿的话是省的使者，他就会说，你们这些外国人来我们奈良，我来踢我们的鹿啦，我们不高兴啦，然后你们这些外国人来我们这边买土地啦、炒房啦，这个所以外国人的政策他也是讲得非常的一个白。所以老师刚刚特别提到说高市胜出是保守，所以相对比较起来的话，小林是偏经济，他的那个光谱上面是比较偏激进一点。他也就是会怕人家会担心的，这个高市早苗是过度的那个右边的，所以他选到后半的时候，他希望把它拉回来的话，让国会议员能够说，你不是太右边，让我们一个过度的紧张，就像去年一样，我们过度紧张，所以他很胜利的一个。老师，那我继续请教，就是说，如果高市早苗他想要进一步的坐上首相的大位的话，他在对内特别刚刚提到，其实日本的政党，你必须要联合其他的政党，你才有办法去当首相嘛。其实跟石破茂的处境是类似的哈。你觉得他的挑战在哪里？预计的话，在差不多14号或是15号的话，他们会开临时国会了，现在还没有敲出来。那临时国会的话，他们会举行一个东西叫做首相指名选举，不是首相选举哦。所以我们听起来会很快，因为是国会指名他。选完之后，大概差不多傍晚的时候，他们就会去皇居见天皇，所以天皇会对他任命，他一定会讲：我任命你为首相，你才能够变为首相。对，所以一定是天皇任命的。但是在这次里面，虽然说他们是少数的在野党，执政党，少数执政党的话，他们还是一样，就是国会要过半，选第一轮的时候要过半。但是现阶段的话，我们看到执政党就是自民党加国民党一定会写。高市早苗，那是14到15号的话，其他在野党会写自己的一个名字，那就会选到第二轮。第二轮的话，因为就会变成所谓的多数，那他执政之后，所以他应该是差不多到大致就确定是首相。他毕竟是少数嘛，少数有一些政策你还是要找在野党去合作，所以他们现在所有人5个人在竞选里面都一直强调，我们会跟在野党联合执政。所以现在执政的话，挑出来大概就是那个维新党或是国民民主党，可是到底就看怎么样合纵联合了。对，其实高市早苗现在胜选当然开心，不过开心大概只有1天哈，因为接下来。其实当日本首相压力不小哈，因为你对外还得处理包括像日美的关税这个经贸的谈判，还有呢，就是因为我们说到了高市早苗他的对外挑战啊，因为他是刚刚提到右派典型的政治人物啊，所以像是参拜靖国神社啦，还有像是美日安保哈，他的立场都非常的硬啊。所以接下来对外他要怎么样处理对中跟对美的关系？大使您怎么看？我想日本是没有条件同时对中对美都采取强硬立场。所以他一定是两个他必须要选择一个是他的这个比较必须要怎么讲配合比较多的，所以我认为高市早苗上来的话，中国大陆一定也对他是这个严阵以待。不管将来未来在所谓的自卫队扮演的角色上面日本自卫队还有他这种参拜靖国神社，还有一些对于台湾问题的立场上。我觉得跟中国大陆会有很大的冲突存在。
那所以在安全事务上，我觉得中国大陆跟高市早苗之间啊，可以预见会有很多的摩擦。哎，那在这个就是说，安全问题上有很多摩擦的哈。那经贸议题上合作的机会哈，合作的空间也会变小很多。所以我觉得它跟中国大陆的关系是绝对会比现在的这个石破茂会糟很多哦，不是一点。那在这个情况之下，他对美国的话，即使他在安保的问题上他是强硬的，他也是日本的这些所谓的这些日本国家这些独立主权的代表。可是我觉得在这个跟中国大陆的这个关系紧张过程，他对美国可能还会做出比较多的让步啊。那当然在安全上面的话，他是要继续高歌猛进啊，就是把日本再武装啊，日本的军队尤其自卫队的海外的这个投射能力啊，还有它的本身的这些所谓的军事预算啊，还有它的这个装备的提升啊，我想它会更进一步。可是呢，就是变成就是说。经贸的部分呢，它既然在经济上、在军事上，它要往这个方面走，它在经贸上它就没有办法对美国太硬。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基本上的话，它跟美国关系是有比较多的妥协的地方。那么主要原因就是说，日本没有办法同时得罪2个世界强国。对，所以它真的是左右为难。所以讲到安保这个部分将军，您觉得就是说，当然日本还是必须拉回到他自己的自身利益。来思考，可是呢，就刚刚提到，夹在中美2强之间，确实很为难。所以，怎么看在高市未来成为首相以后，他主政以后，日本怎么样站在自身利益去考量，在地缘军事战略上面他们的立场？我认为在地缘战略上面，它会有3个考量，它会强化以美抗中的路线。那有3个指标。第一个，我认为它这高市早苗会增加日本的国防预算。日本国防预算之后，它会向美国买更多的武器。这样也合乎美国的要求。第二件事情，他会跟域外的国家，包含加拿大、包含澳大利亚、包含印度，甚至包含英国、法国，还有包括菲律宾这些国家，他来邀请他们来参加联合演习，欢迎他们到日本这些第1岛链或者到第2岛链也演习。这个方面他会增加，我判断。第3个，我认为他会加强日本自己的国防武器自主的研发，因为日本在这一方面的军工企业。也是蛮有科技的水平在里面。是。那我们现在拉回我们的台湾，我认为高市早苗他会对红色地带的测试。这红色怎么样做3个？第一个，扩大跟台湾的情报交流。以前本来就有，现在扩大。第2个呢，他会跟日本的自卫队呢，他有一些军演习的呢，邀请台湾的观摩团来，你成立来5个8个来观摩，看我的日本自卫队怎么演习。他可能会这样做，来做测试。那第3个，最后一个，我就认为他会每一年日本都有台风，他的海上自卫队也好，海上保安厅也好，他会防台，他不是港内防台，他跑动机动出来，吹北边再往。